大家好，我是艾生。在前面2集视频里面，我们目睹了一场真正白热化的战争。我们看到了女王钟富丽是怎么样用三板斧亲算式接班的，我们也看到了那个沉睡的泰坦杭州国资委怎么缓缓睁开了眼睛，从幕后走到前台，准备把整个牌局重新洗一遍。这一切都发生在钟庆后离世以后出现的权力真空里面。但是你们知道吗？每一个惊心动魄的战局背后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开端。这样一场涉及到数百亿资产、牵动了三方势力的战争，他们的武器到底是在哪里锻造的？他的兵马粮草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囤积的？而发动这场战争的底气跟仇恨又是怎么样就埋藏了整整30年的呢？今天这个视频我们要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1991年，艾森和您一块完整的复盘娃哈哈的 B 面帝国，这个庞大的、隐秘的、最终引爆一切的体外循环系统到底是怎么样一砖一瓦建立起来的。说白了，这个不是一夜之间的背叛，而是一场持续了整整30年的精密布局。主角呢就2个人，钟庆后跟杜建英。这个就是娃哈哈帝国最核心的秘密，一切冲突的真正源头。他们2个人共同构建的这样一套2元企业的战略呢，把娃哈哈帝国清清楚楚地分成了 A 面跟 B 面2个平行但是又共生的体系。A 面呢，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这个为钟庆后赢得了巨大的市场准入、政治声誉跟公众的信任，让他成为了中国最知名的企业家之一。而 B 面呢，就是那样一个平行的、隐秘的商业与金融的帝国。这个体系是由一大串在中国境内和避税天堂注册的私有公司网络构成的。核心功能其实主要有3个。第一个就是把 A 面娃哈哈品牌赚到的钱放到自己的钱包里面。第二个就是把这个钱包放在娃哈哈跟杭州国资委都够不着的地方。第3个就是给杜建英和钟庆后的私生子女们一个交代。那这样一套 A 面跟 B 面的结构，让钟庆后能够娴熟的利用 A 面的民主品牌光环来获取政治资本跟市场优势，与此同时通过 B 面把真正的商业的利润截留下来，确保钟庆后家族财富的绝对控制权跟长期安全。要理解一个长达30年 B 面帝国的秘密历史，我们要从一个看似非常反常的决定开始讲起来。1991年，在中国那是一个铁饭碗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年代，当时的普通人1年的收入不过才200-300块钱，一份国企的工作那就是意味着一辈子的稳定跟荣耀。那就在这一年，46岁的钟庆后正在准备干一件大事情，用8000万来吞并庞大的国营杭州罐头厂。因为凭借着儿童营养业的巨大成功，他的娃哈哈正在从一个校办的小作坊迈向一个真正的集团公司。但是他心里头很清楚，光靠自己这么一点草根的经验走不远，他需要一个有知识、有文化而且懂世界的人。于是他在杭州日报刊登了一个招聘广告。这个时候，咱们的女主角总建筑师登场了。25岁的杜建英，浙江大学的高材生，当时在一家国营仪器厂，也就是杭州的医疗光学仪器厂当干部。天之骄子加上铁饭碗，他的人生其实本来应该是一条清清爽爽的康庄大道。但是他呢，做出了一个让当时所有的人都跌破眼镜的决定，他扔掉了自己的铁饭碗，跳槽到了当时还前途未卜的娃哈哈。为什么呢？他到底看中了什么？我的合理猜测是，钟庆后一定是给了他一个无法抗拒的 offer， 一个远远超过工资本身的蓝图，能够说服一位名校毕业生放弃国营企业这么优越的条件，必然是提供了远超一份普通工作的承诺，而是一个共同打造一个商业帝国的机会。那证据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杜建英入职的第一天就因为英语流利而直接被派去
跟台湾公司谈判筹建合资公司。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普通员工，而是钟庆后身边负责处理最核心、最复杂的涉外事务的战略规划师。那从此以后，他深度参与了公司的改制、引入外资，尤其是1996年跟达能的合资谈判，以及全国建厂等等等等一系列非常核心的战略工作。所以你看，这个钟庆后他是毛，他负责在中国市场上冲锋陷阵，而杜建英呢，就是藏在他身后的盾和钥匙，他负责连接外部世界，并且构建一个安全的大后方。那这样一种始于专业能力的绝对信任，随着时间的发酵，最终演化成为了一种深度捆绑的私人关系。这个为日后那个庞大而且高度机密的 B 面帝国的诞生找到了唯一而且是最完美的建造者。那在建造秘密帝国之前，你必须先拥有能够为它输送血液的血管。那这个毛细血管系统就是钟庆后在1994年创立的中国商业史上一个极具争议但是又极其成功的商业创新——联销体。在1994年以前，娃哈哈跟经销商之间用的是非常传统的所谓的赊销模式，做生意都是先发货，然后卖出去以后再给钱。结果是什么样呢？结果就是大家都陷入了这种所谓的三角债的境地。娃哈哈被经销商欠了1个多亿的货款，差点就被拖死了。这个时候呢，钟庆后用了他一贯的铁腕手段，推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规矩，就是想卖我的货吗？可以，先交一笔巨额的保证金，然后呢，每一次你都必须要先打钱，我才发货。当时所有的经销商都炸了锅，说这个生意简直没办法做。但是钟庆后坚持他自己的原则，这么做我们最多苦几个月熬一下，但是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呢，我们迟早会被这些货款拖死，迟早是死路一条。最终他赌赢了，联销体让娃哈哈的账上常年趴着几十个亿的现金。更重要的是，他建立了一个由几千个经销商组成的绝对忠诚的封闭网络。这个网络就是 B 面帝国能够运转的必要前提，因为经销商他们的这个忠诚对象不是那个股权状况异常复杂的娃哈哈集团，而是能够让他们赚到钱的钟老板本人。所以几年以后，当钟庆后开始建立独立于合资公司之外的 B 面工厂的时候，他根本不需要从头开始建一整套的销售渠道，他只需要把 B 面工厂生产的贴着一模一样娃哈哈商标的产品注入到这个早就已经存在的联销体网络里面就可以了。因为对于经销商来说，他们根本就分不清楚，也没有兴趣来分清楚这个饮料到底是来自于 A 工厂还是 B 工厂，反正嘛，都是钟老板的货，都能够帮他们赚到钱。所以看到了吗？在 A 面的公开体系之下，一个可以随时为 B 面秘密输血的独立控制的循环系统就这样被提前打造完成了。1996年是理解这个秘密帝国全球布局的密码之年。这一年，在 A 面战场上，钟庆后跟法国达能集团正式合资，把最赚钱的业务都放了进去。那与此同时呢，在 B 面战场上，3件意义深远的事情发生了。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家名字叫做荣泰的公司在英属维京群岛这个避税天堂被悄悄地注册了。荣泰这家公司大家要先有一个印象，它是 B 面帝国股权架构当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在未来会成为无数个 B 面境内工厂的离岸控股母公司。这个就像一个幽灵股东一样，把所有这些资产跟 A 面的国资还有外资的股东彻底隔离开。那在这一系列非常复杂的跨境操作当中，杜建英无疑是核心的执行人。他被钟庆后称之为是国际业务的钥匙。1996年，他深度参与了与达能的合资谈判，展现了他处理复杂国际商务的能力。第2年，年仅14岁的钟富立被送到美国读书，而在他法律监护人的那一栏上签下名字的不是他的母亲施幼珍，而是杜建英。也就是在这同一年，杜建英在美国生下了他与钟庆后的长子钟继昌。那现在你把这3件事情放在一块儿看， A 面是跟外资握手， B 面
这避税天堂布下棋子，然后 A 面的法定继承人被 B 面的操盘手来监护，而 B 面的血脉继承人在美国出生了。所以这样一副公私分明、境内外联动、横跨2代人的今天的蓝图，在1996年的时候就已经被清清楚楚的勾勒出来，而且已经布局完成了。中庆后他在拥抱世界的同时，已经同步启动了家族财富的秘密出海计划。那如果说第一阶段是播种的话，那第2个10年就是 B 面帝国如何被武器化，并且在战争的掩护底下疯狂扩张的10年。2001年，杜建英被正式任命为娃哈哈美国集团的副总裁，他负责开拓国际业务。那这家公司其实负责的是国际业务的拓展，作为中庆后家族海外存在的基地和 B 面帝国跨境运营的平台。杜建英成了 B 面帝国跨境金融与公司架构的管理者，为这个秘密帝国的扩张奠定了坚实的离岸基础。2007年的时候，娃哈哈与达能的矛盾公开爆发，史称达娃之战。达能的指控非常的明确，中庆后在合资公司之外建立了超过80家的镜像公司，所有这些公司用着合资公司的品牌跟渠道，但是把所有的利润全部都装进了自己的口袋。这些 B 面公司的利润到底有多惊人呢？中庆后他自己后来透露说，仅仅2006年1年利润就高达10.4个亿的人民币，这个才是双方争夺的真正的焦点。所以当达能公司把官司打到美国的时候，他们起诉的不是娃哈哈集团，而是几个 B 面的核心实体，包括2家 BVI 的离岸公司。中庆后把这样一场战争成功的塑造成了一场反抗外国资本恶意并购民族品牌的爱国史诗，他赢得了山呼海啸般的舆论支持。那最终呢，不出所料，中庆后赢了，达能黯然退场，作价约5亿美金出售了他在合资公司当中51%的股份。中庆后取得了完胜，但其实这场胜利的实质是什么呢？是中庆后利用 A 面民族品牌的道义外衣当盾牌，但是他是完美的保护了他自己 B 面帝国的巨额财富。达娃之争其实是 B 面帝国存在的铁证，也成了他扩张最完美的烟雾弹。然而就在达娃之争爆发前4年，也就是2003年的时候，中庆后做出了一个更具深谋远虑的决定，他指示下属在香港汇丰银行为杜建英生的2个小孩设立了离岸信托基金。根据后来的法庭文件披露，在2003年的时候，每一个信托的初始价值就已经高达7亿美金。为什么是2003年呢？其实这个跟达能没有什么关系，这个是为了规避当时中国第1代民营企业家普遍感受到的巨大的政治跟法律风险。21世纪初的时候，中国启动了首部物权法的起草工作，那这场立法引起了全国范围内关于公司财产是否应该平等保护的激烈辩论。当时有一部分左派学者公开上书，认为平等的保护私有财产违反宪法，可能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并使得民营企业家的非法所得合法化。这样一场争论直接催生了民营企业家原罪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中国很多的民营企业家在创业初期有或多或少一些不规范的行为，大家其实都很担心会不会被秋后算账。那紧接着德隆系崩塌，唐万新入狱，更是让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感到了刺骨的寒意。那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底下，2003年设立的这个离岸信托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风险对冲的行为，不仅仅是简单的财富传承，也是一份极其昂贵的政治保险单。那通过信托这个受国际法保护的法律工具，把巨额的资产转移到境外，交由国际大银行来管理，这个相当于为 B 面帝国最核心的财富建了一道防火墙，目的是为了让它能够隔绝于中国内地未来可能的政治风暴或者是法律的清算。这是中庆后作为战略家的一个顶级的手笔，算得上是深谋远虑。那之后10年间 B 面帝国疯狂的扩张，而他的总建筑师杜建英在 A 面帝国的权力也到达了巅峰。
他同时担任2个职位，娃哈哈集团的党委书记跟总经理办公室的主任。那这样一种非常独特的职位组合呢，使得他成了宗庆后之下整个娃哈哈帝国无可争议的2号人物。宗庆后的管理风格，他是高度集权，他不设任何副总，所有的指令都通过总经理办公室下达。那作为主任的话，杜建英就掌握了整个帝国的行政神经中枢，而作为党委书记的话，他又掌握了内部的政治话语权跟人事影响力，是企业与政府沟通的关键桥梁。娃哈哈内部员工都敬畏地称他为杜书记。那这样一种来自于总经理办公室主任的行政权力跟党委书记的政治权力合二为一，集中于他一人之身，为 B 面帝国的秘密运作其实是提供了完美的掩护。他能够以绝对的忠诚跟严密的组织，确保宗庆后的战略意图被不折不扣的执行。与此同时呢，又能够利用他的双重身份，为这样一些敏感的操作提供组织跟政治上的掩护。宗庆后对他的信任和倚重，在这个时期的职位安排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此期间，杜建英就是宗庆后最可靠的影子，也是 B 面帝国名副其实的大内总管。杜建英在这2个岗位上的表现也赢得了内部的广泛认可。有老员工回忆说，杜建英他深度参与了娃哈哈的家文化建设，亲自负责员工分房、大病救助等等福利事宜，而且他还极具远见地推动了娃哈哈的信息化建设，在2007年就力主投入巨资筹建了 ERP 系统，以现代化的这个管理流程来规范和巩固这个庞大的商业帝国。那战争胜利了，帝国的版图也已经确立了，但是随着创始人的老去，B 面帝国内部的权力结构开始从合作走向了对抗。2010年，杜建英创立了三杰投资集团，这个标志着他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一个为宗氏家族管理财富的操盘手，开始变成一个公开管理和投资其个人应得财富份额的受益人，为他自己跟子女固化财富的所有者。那这家投资公司的成立其实得到了宗庆后的默许，因为他的注册地址就在娃哈哈总部大楼里面。更关键的是股权结构，杜建英一个人占了 99.8%， 这个象征过去20年积累在 B 面的财富开始以一种合法的公开的形式注入到杜建英个人的商业载体当中，而剩下的 0.2% 的股份给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人，这个人是宗庆后的亲妹妹宗蕊。这个 0.2% 是公开承认了杜建英这个独立财富平台的合法性，并且把它视为是宗氏大家族产业的延伸部分。这个既是对杜建英多年付出的回报和安抚，也是一种维持权力平衡的手段，但通过家族成员的持股保留了一点象征性的联系跟监督。三杰投资的业务版图也体现了它作为 B 面财富沉淀平台的本质，它并没有局限于饮料行业，而是进行多元化的布局，投资的组合横跨了金融、科技、生物医药跟教育等等多个领域。那三杰投资看上去是一个独立的投资王国，但是它跟娃哈哈体系之间依然保留着一条至关重要的金融脐带。作为广元金信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他能够与娃哈哈的 B 面资产保持着直接的股权联系。所以说，三杰投资就是一个经过宗庆后批准的用于切割和固化杜建英派系应占财富的独立王国。这个也为日后宗复利的洪盛王国与杜建英的三杰王国之间的冲突埋下了最深的伏笔。随着宗庆后健康状况的恶化，杜建英也开始进行了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把他的子女钟继昌跟钟杰利直接安排进 B 面核心公司的董事会。因为光凭一份离岸的信托协议，他的子女拥有的只是受益权，而不是直接的法律地位跟管理权。从2022年底开始，钟继昌、钟杰利的名字开始密集的出现在沈阳娃哈哈、荣泰、天津娃哈哈等等一系列 B 面核心公司的董事名单里面。那这些公司并不是随机选择的，它是 B 面帝国的中坚力量，而且这些公司的控股股东正是当年在 BVI 注册的那个幽灵荣泰企业有限公司。这个意味着杜建英正是在他掌控最核心的
B 面资产版图那面为他的子女铺设法律的身份。这一系列的操作是一次深思熟虑的战略行动，他要把信托里面的纸面财富变成是董事会里的实体权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纪昌在多家子公司的董事任命时间，其实跟中富力正式出任这些公司董事长的时机几乎是同步的。那这意味着什么？在中富力作为法定继承人开始接管这些核心业务实体的同时，杜建英的子女也作为董事会成员进入了同一个权力场。也难怪这样一种权力结构的重叠，无疑是在董事会层面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为日后两个家族分支在公司决策跟利益分配上的直接冲突搭建了制度化的舞台。这个不再是台面下的默契，而是董事会席位上的公开对峙。那说人话就是这个为家族内战的爆发创造了条件。那这个时间点始于2002年底，并且在钟庆后去世以后加速，非常强烈的暗示着他跟钟庆后健康状况的恶化直接相关。钟庆后晚年患了肺癌，还接受过手术治疗。杜建英很可能早就已经预见到钟庆后离世以后将会发生权力真空以及继承风暴，所以他在提前布局兑现筹码。他要赶在中富力全面掌权之前，把自己子女的地位以不可逆转的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这个就是点燃我们第一集看到的那样一场惨烈战争的直接导火索。钟庆后的晚年其实一直在玩一种非常高超，但是与此同时也极其脆弱的权力平衡术。他扶持了两个强大的独立王国，一个是以杜建英为核心，掌控着传统的 B 面生产体系；另外一个呢，是以女儿钟富力为核心，掌控着功能日益强大的宏盛集团。宏盛集团成立于2003年，是2007年起呢由钟富力全权掌管。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子公司，而是钟庆后为女儿打造的独立王国。跟杜建英的 B 面体系类似啊，宏盛集团的股权也是通过离岸的架构持有，它98%的股份是由注册在 BVI 的恒丰贸易有限公司持有，而这家公司是由钟富力间接全资控股。在钟庆后的刻意扶持底下，宏盛集团发展成了一个提供全产业链解决方案的巨头。它的业务涵盖了10元配料、高端装备制造、印刷包装、物流仓储等等，并且承担了娃哈哈集团高达1/3产品的代加工业务。那说到这个地方，很多朋友是不是已经开始有点昏头了？给大家捋一捋哈。我们常常听说的有杭州国资委在的娃哈哈是 A 面，钟庆后跟杜建英创建的是 B 面，到后来杜建英创建了自己控股的三杰投资集团，而钟富力呢创建了自己的宏盛集团。所以这是4个不同的体系。那女儿钟富力作为法定的继承人，他拥有 A 面娃哈哈跟自己的宏盛集团，而杜建英呢控制了 B 面跟自己的三杰投资集团。那原本只要钟庆后还在，他就是天平中央唯一的支点，是两个女王之间的唯一的仲裁。但最终发现，这座天平的唯一筹码就是他本人的生命。当他的健康恶化，尤其是当他2024年2月最终离世的时候，这个支点就消失了，天平也就瞬间崩塌。他亲手缔造的两个平行帝国，一个是由公开的女儿掌控，一个是由隐秘的伴侣跟子女掌控，不可避免的是迎头相撞了。钟富力迅速采取行动，利用他作为法定继承人跟 A 面新掌门的身份，开始对杜建英体系下面的 B 面进行收编。他把这些公司的董事长跟法人代表变更为自己或者是心腹。那与此同时呢，有内部举报信指出，他通过转移订单跟利润的方式，把娃哈哈集团所有的利益输送给自己完全控股的宏盛集团，意图架空跟扼死杜建英派系控制的资产。而杜建英这边呢，他也不是吃素的，他直接以自己子女的名义在香港跟内地同时打官司，要求兑现钟庆后生前答应的那些信托的权益，还有平等的继承权。那这么一来，这场原本藏在暗处的争斗和秘密就全都彻底摊在了台面上，最终引得了国家力量下场。所以你看，
中庆后当年为了维持控制权而精心设计的这么一套权力平衡，最终在他走了之后，反而成了导致整个帝国分崩离析的根本原因。在中庆后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立下了一份看似与他此前所有安排都完全矛盾的遗嘱，这也是我们第一集里面提到的钟复利手中最强的法律武器。这样一份签署于2020年的遗嘱，明确的规定本人所有境外资产均由独女钟复利继承，其他子女不得主张任何权利。这个和他为另外3个子女所设立的巨额信托的安排形成了直接冲突。但是呢，在中庆后的葬礼上，手捧灵牌与骨灰盒的不是他公开的接班人钟复利，而是他的长子钟继昌。这个安排的象征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说实话，中庆后和杜建英联手打造的这个秘密帝国真的是应对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天才之作，它里面充满了中国式商业的顶级智慧，当然也有不少灰色地带。它的确帮中庆后登上了财富之巅，也让他规避了无数的风险。但是这个维系了30年的秘密，最终还是败给了时间，败给了人性，也败给了他自身那些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说白了，这整个体系唯一的定海神针，也就是钟庆后本人。当这个大家长撒手人寰的时候，他亲手埋下的所有的伏笔，全都变成了射向自己帝国的子弹。这个简直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的豪门悲剧。而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故事，我觉得它会成为未来理解中国第一代家族企业传承困境的时候一个绕不开的深刻的预言。那关于娃哈哈 B 面帝国的这样一段编年史，您怎么看？您觉得这个是中国企业家的生存智慧，还是一场危险的赌博？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您的看法。如果这个视频对您有启发，请记得点赞分享，并且订阅艾森的频道，打开小铃铛。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